一个人独自去旅行或者独自去摩旅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拥有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当你到了一个你所喜欢和心仪的地方呢，你就可以放慢你的脚步，稍作停留。那么贾米府的兰塔岛呢，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当我刚踏上兰塔岛的一瞬间呢，我就已经决定这个地方呢，我不能匆匆而过，我得在这里住几天。尤其当我发现我在网上预定的民宿又超出自己的预期之后呢，我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然后呢，我就直接找到民宿的管理人，跟他谈了一个比较好的价格，然后就直接又再续住了3个晚上。所以说我在兰塔岛呢，一共要居住4个晚上。这也可能是我这20多天摩旅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早上醒来，然后那个房东老板给了我2个当地的小吃，他说可以当早饭吃，我也不知道什么，一会儿来吃后然后我们看看现在外面早上的风景。哇，有人在海里捞鱼哎！哇，好美丽的小渔村呐！哇，这天气又是蓝天白云，舒服。这风景我靠，绝景绝景。和前面几天我一大早就起来赶路不一样，今天起床呢已经是上午10点钟了。昨天晚上我睡得非常的香，在吃了房东送我的当地小吃之后呢，我就骑上摩托，在兰塔老城周边的区域呢，也就是兰塔岛的东边区域呢进行探索。前面我也说了，兰塔岛的东边区域呢，主要是一些原生态的渔村和一些未经开发的海滩和山林。那么今天一早呢，我在地图上找到一个叫做 Pirate Beach 的地方，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海盗沙滩。于是呢，我就骑上摩托呢过来一探究竟。到了现场以后，发现呢这个沙滩的地面呢都是由一些破碎和崎岖的岩石所组成的。除此这个特点之外呢，好像也乏善可陈了。于是呢，我就准备去吃午饭。饭菜就是今天的那个冬阴功而已，但是呢，这个餐厅的海景太棒了。平淡的食物在这样美景的陪伴下，也变得分外的美味了。所以我说呢，兰塔岛东边呢，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景点或者景区，它的美呢，是你在生活中无意中发现，或者说你路过一个地方惊鸿一瞥就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你在路边随便吃一个简单的午餐，你会发现小饭店的窗外就是无敌的令人惊叹的海景。上帝从不吝啬于在兰塔岛洒下他那热情似火的阳光。比起阴雨天呢，我更喜欢这种艳阳高照的日子，哪怕是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样的热带国家。下午边呢，我驾上摩托呢，就来到了整个兰塔岛的西边区域，去拜访整个兰塔岛最著名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或者说景区呢，有很多名字啊。首先，它最著名的一个大范围的名字呢，叫做 Mokolanta National Park。那么，如果说把范围缩小到那个灯塔区域的话呢，就叫做 Lighthouse Koh-Lanta。通过那个大范围的名字呢，你可以知道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兰塔岛上的一个国家公园。那么它在靠近山的位置呢，有很多的山脊线，有很多的林道可供你探险和徒步。那靠近海边的位置呢，又有长长的海岸线和沙滩可供你休闲娱乐。当然了，这整个区域最精华的地方，也就是我说的这个 Lighthouse Koh-Lanta， 也就是兰塔岛的灯塔。
进入公园大门后，穿过长长的林荫道呢，我们就来到了海边的沙滩区域。然后呢，你踩着软软的沙子呢，就可以看到远方的灯塔，在一个高耸的石山上伫立着。很神奇的是呢，我这时候发现地上的沙滩上有非常多的小石头在慢慢的移动，我觉得挺奇怪的，这石头为什么会自己动呢？于是我俯下身一看，哇，原来是无数的巨机蟹。虽然以前我在宠物店也看见过人工饲养的寄居蟹，但是呢，第一次在野外的沙滩上看到数量如此之大、如此密集的寄居蟹成群的出现，这些可爱的沙滩小原住民呢，给了我大大的一个惊喜啊！和寄居蟹们玩了一阵以后呢，我就得去攀登灯塔所在的这座岩石山了。那么这座山呢，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是它的坡度呢非常的陡，再加上兰塔岛下午热情似火的阳光呢，让我攀登这座小石山呢还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虽然整个攀爬的过程并不轻松，但在攀爬的过程中呢，你不时的回头一望，就会看到那个如梦似幻的海景。你会觉得这次攀爬呢，与其说是身体上的一种磨练，倒不如说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为整座山就是一块巨大的岩石，所以说在步道的两侧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垂直的悬崖。大家在探索观望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登上石山的顶部呢，发现除了灯塔之外呢，在路的尽头呢，还有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小的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原本在没有废弃之前呢，应该是一个类似岗亭啊或者哨所之类的东西。而且我也发现那个灯塔的内部呢，还是可以继续向上攀登而到达灯塔的顶部的。那么一会儿呢，我就去探访一下。靠，这掉下去是，这就是兰塔岛著名的南部灯塔。哦，风景太 OK 了。想起郭德纲相声里面说那个爬塔梦中人，这座灯塔好像已经废弃了。当您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呢，其实我在灯塔顶部，这段视频呢我已经做了人工的消音。其实当时在现场呢，这个风的声音呢是非常的巨大的，可以谓是狂风呼啸。同时呢，风力也非常强劲。本来呢，我原本还准备在顶上放出无人机进行自拍，后来发现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连站立呢都非常困难，于是呢就放弃了这个比较危险的想法。放无人机呢，还是到了地面上再放好了。我在学习无人机航拍技巧时候呢，记得有一个知识点，就是说怎么样拍出来的画面呢是最完美的。首先呢，都需要大片的非常壮阔的那种自然景观，同时呢，在这个壮阔的完美的自然景观之中呢，又能点缀一些人造的景观和一些活动的人群的一些画面。从这个角度讲呢，兰塔岛灯塔这个区域呢是非常适合无人机进行航拍的。所以我感觉呢，如果你来到兰塔岛，时间并不像我这么充裕，只能待上1天甚至更短时间的话呢，我建议呢就直接来到这个南部灯塔，因为这个区域呢可以说是浓缩了整个兰塔岛所有的景色的精华。因为一开始我看地图时呢，感觉这个灯塔区域呢并不大，我以为呢差不多1小时就可以打道回府。可是呢，结果呢，我却在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3个小时。同时，这里呢也是一个观赏落日的不错的地方。虽然后面几天我在岛上其他地方呢又看到了更为惊艳的落日。在兰塔岛的这些日子呢，我整体过得比较随性，基本上每天都是骑着摩托车在岛上没有目的的转来转去，去探访那些我所未知的区域。
有时候看到一间比较精致的咖啡馆呢，就去喝一个下午茶；有时候呢，在沙滩上一躺就是大半天。到了晚上呢，会去找一个酒吧呢，喝喝小酒，看一下乐队的表演。直到在兰塔岛的最后一天，我才想起我应该去探访一下兰塔岛的完美落日。现在我来到的这个沙滩呢，叫做 Noi Beach。这个地方呢，是兰塔岛观赏落日的一个比较完美的区域。那么在等待落日降临的时候呢，我先下海去游一个泳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游泳的过程中呢，也手持着我的运动相机，全程拍摄自己。那么在游泳结束之后，我坐在沙滩上休息时候的这个镜头呢，也是将这个相机放在我身后10多米的距离进行拍摄的。这也导致后面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就作为本片的最后一个彩蛋，在末尾为大家呈现啊。在沙滩上等待落日呢，总感觉这儿的景色呢少了点什么。于是呢，我擦干身体以后呢，又骑上摩托车，再往前骑行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个悬崖上面，会发现这个地方呢，其实下面有一条小道，可以直通到下面的一个隐藏的沙滩。似乎在这个地方看落日，好像更加的美哦。当我从悬崖顶端沿着游步道慢慢地走下悬崖下面的这个无名小沙滩时候呢，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前面的著名的奴碧区，我会感觉看落日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奴碧区那个地方呢，整体视野太过于开阔，整体的景色呢也比较平，就是所谓的没有层次感。但是来到这个小沙滩呢，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里的所有的因素呢，都非常契合我理想中的那种落日的画面。于是呢，我就直接把运动相机放在地上，开启了延时摄影模式，然后呢，就有了下面这一段整个旅程中最美丽的落日的场景的视频。随后呢，我又拿出无人机升空，让无人机飞翔在黄昏的天际线，去追逐那落日的余晖吧。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说一下我对兰塔岛的整体感受了。首先表明立场，虽然我去过了非常多的海岛，但是我依然认为兰塔岛是最值得到访的海岛之一。说起海岛呢，我认为有2大类。第一类呢，类似于像停泊岛、热浪岛，或者说利贝岛，这些岛屿呢，我们称之为离岛。它呢离大陆非常远，交通呢到达不方便，它的面积呢也非常小，上面的设施呢也比较差，但是呢它却有非常美丽的海景。第二类呢，我称之为那种大型的城市类的岛屿，比方说像槟城啊、兰卡威之类的。那么这些岛屿呢，它离大陆呢非常近，到达的交通呢也非常方便，甚至在这个岛上呢还有飞机场。同时呢，它的设施呢也很完备。但是呢，一般来说呢，这些岛屿的海景呢就乏善可陈一些了。所以我觉得兰塔岛呢是完美的将上面2种岛屿的优点呢结合在了一起。首先，它到达的交通非常方便，像我们骑着摩托车、驾着车就可以到达这里。其次呢，它的面积也足够大，上面的游玩项目跟配套设施呢也足够多，你不愁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玩。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它也有非常惊艳的、非常超凡脱俗的像离岛一般的海景。所以说呢，对于泰国的兰塔岛呢，我是打5颗星，推荐大家一定要到一到、玩一玩的。我靠，这个GoPro 我差点搞丢掉，
刚才游完泳了以后，在沙滩上躺了一会儿，然后起身的时候，衣服、手机、钥匙什么都带了，结果这个 GoPro 我靠落在沙滩上了。我回去找，在沙滩上搜了快半个小时，因为沙滩好大的呀，我也忘了我刚才坐在哪里了，居然还给我找回来了，大海捞针一样找回来了，牛逼牛逼牛逼！哦，以后东西一定要随身看好，天哪！哦，我亲爱的 GoPro。